嗨，大家好，我是高志倩高老师，欢迎来到我的国际象棋课堂。这一节要来学习兵的走法。兵的英文单词是 pawn，P-A-W-N。小朋友们都听过或者看过《西游记》吧？你们最喜欢里面的谁呢？我呀，比较喜欢齐天大圣孙悟空。他一个筋斗能翻108000里，一路上斩妖除魔，与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最厉害的是他有72变的本领，真是太酷了。我们今天要学的小兵，他也会变哦。快来听听高老师讲课吧。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每一方都有8个小兵都摆在了自己的第2线上黑方的兵摆在了第7线上。那我们的每个小兵呢，都只能沿着自己的这一条线往前走。那第一步的时候可以走1格，也可以走2格，每个兵都是哦。看看这样是黑方的兵也走了2格，但是从他的第2步起，就只能一格一格的往前走了。不管你第一步棋是走了1格还是走了2格，那第2步都是只能一格一格的往前走了。那兵在前进的时候前方的这个格呢，必须是空的你不能有自己的子儿，也不能有对方的字儿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再往前走一步OK。好，然后呢，黑方你比如说黑方也在往前走好。那我这个兵，你看前面有这个有黑方的兵了，那我就不能再往前走了这就是说被堵住了那小兵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说这个小兵他只能往前走，那不可以后退任何时候都不可以后退的，这是它不同于其他棋子的地方你说我再往回走，哎呀，这不行那我们之前学过的车、象、后还有马，那都是可以后退的。那兵可真的是不归的勇士那这个兵的吃子的方法呢，也跟这个其他的子不一样其他的子都是怎么走就怎么去吃子，那兵不行兵在吃子的时候，它只能吃掉位于斜前方的这个对方的棋子，也就是说，这个兵直着走，斜着吃。你比如说现在就是这只小兵它只能吃掉这个第5的这个小兵，或者是呢，它只能吃掉 F 的这个小兵，那它坚决不可以说，哎呦，他把这个E5的这个兵吃掉这是不可以的这是这规则是不允许的那你看黑方的这个兵呢，黑方的兵也是，那我们可以猜想一下，哪只兵能吃掉这个白方的小兵呢？那当然，黑方的兵也是斜着吃喽。黑方的第5的兵，我可以走到这儿吃掉你或者是呢 F 的这个小兵吃掉我这只小兵那也绝对不是E5的这个小兵这是不能吃的。那我们看你比如说黑方的这个兵吃掉我们了，那白方当然可以用兵这么去把它吃回来。黑方再用这个兵把它吃掉，我们再用第3的这个兵再把它吃回来，这就是兵的这个吃法因为黑方又走这个，那我们呢？那你看后面这个兵，我们这是吃不到后面这个兵的那吃的时候呢，那一定是这2个兵之间相互挨着。你比如刚才这个黑方走的是这步棋，我们可以吃掉它，那当然黑方也可以把它吃回来那我们白方也可以选择说，哎呀，我不吃，我往前继续走，那也是可以的好，那你们可能会说了，说，哎呀，这个小兵这个作用是不是太小了呢？你看他这走的是不是它比较慢走的比较慢然后呢，这个价值又低，那作用也不太大，这小兵这怎么回事是不是大家就会不喜欢他了呢？
不是的啊，不是的。那在这儿的时候啊，小兵啊有一个特别神奇也是很有意思的功能啊。我们不是说他能够当孙悟空吗？是的，我们把棋盘清一下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摆一个小兵，他看好啊，这个小兵看好他已经走到了第7线上，他马上就要走到底线了，走到对方的底线啊。那我们说了啊，当他走到底线的时候，我们有另外的一个名词叫称为生变，它可以变成后，也可以变成车，它也可以变成马，或者是变成象。哎，是不是很有意思啊？所以呢，小兵啊，到底啊，我们就说像孙悟空一样，他能变了啊。因为从这个理论上来说，哎呀，他好像是从一开始，因为我们小兵从一开始从这条线开始啊，就好像是哎，我们上了幼儿园啊，上了小学，也许呢上了初中、高中啊，也许大学了，哎。最后呢，也许会读博士啊，也许研究生，或者你就直接去工作了，或者是呢，你走到底了，我们称为要对社会有所贡献了啊，你不再是一开始出生当中什么都不懂的一只小兵了啊，一个小朋友了，你呢可以在这些叫变身哈，这几个机会当中哈，去选择一个你想作为的、想成为的这么样的一个人啊。一般的时候呢，我们都会选择生变为这个几个字当中威力最大的一个后啊。但是在生变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在几种选择当中，它唯独没有选择变成王的机会啊，这是规则就这么规定的啊，就说我们只能在这个4个字当中呢去选择啊，因为一盘棋当中那不能有在一个阵型当中不能有2个王啊，你2个白王那是不行的所以呢，这个生变的这个子呢，我们又说立刻生效啊，就是变成 queen 了就立刻就变成queen 了，或者是马呀，或者象或者车啊。所以中国有句名言哈，称为叫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所以我们要努力哦。最后，请大家和自己的亲朋好友来一场小兵大战。棋盘上只在第2横排摆白方的小兵，在第7横线摆黑方的小兵，白方先走，黑方后走。判定输赢的标准是，谁先把对方的兵全吃光，谁赢；谁的兵先到达对方的底线，谁赢。只要到达其中的一个条件，就算赢。如果都不能达到，就算和棋喽。好，我们下一节再见。